大人，如今整个江南西道处处烽火告急，这般毫无规律的袭扰，仅凭各郡原本驻守的镇魔司，早已是死伤殆尽，力不从心。若是再无援军，江南西道危矣！还请吕大人三思，发兵驰援吧。袁老将军，那老妖圣被镇压多年，如今驱使各路妖王制造混乱，不过是想乱我等阵脚，好使那调虎离山之计，为他破风而出，争取一线生机。若是真着了道，才是遂了那畜生的愿。这道理老夫也懂，可大人啊，这江南西道毕竟不是那一纸玉图，都是活生生的人命啊！并非本座铁石心肠，只是此事须有取舍。总司前些日子已传来书信，各道镇魔司精锐皆在赶来的路上，尤其是总司那边，算算脚程，不出3日，援军必至。出去看看。这般顿数，莫非是皇城那位燃灯境的武圣老祖亲自驰援了？不对，黄高祖镇压长安，绝不可能轻易离京，而且这股气息太锋锐了，完全没有紫薇地气的中正平和。散开！吴江，你怎么来了？吕师兄，你不在京城好好待着，跑来这儿送死作甚？江南西道危在旦夕，吾将身为金袍巡查，既知此处有难，如何能安坐京中？罢了，你这一身众莲圆满的修为，倒也能解燃眉之急。这位是？这位乃是当今大唐昭月长公主殿下。胡闹！你也就算了，怎能让殿下来此地界？怎能让殿下来此地界？这地方妖圣一旦出事，连我都可能身死道消。若殿下有个3长2短，你犹吾将万死难辞其咎。吕大人，是我执意要来，与他无关。殿下，您有报国之心，是大唐之幸，可此处非同小可。我们面对的是燃灯境大妖，您是万金之躯，若有闪失，朝廷如何自处？还请殿下以大局为重，即刻回返长安。请殿下返长安。正因为我是大唐的长公主，正因为我身上流着李家的血，此刻我才更不能走。如今妖患当前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将士浴血奋战。我虽是女子，亦知晓欲戴其冠，必承其重。这江南西道的百姓，也是我的子民。如今他们身陷水火，我既有斩妖之力，为何来不得？殿下高义，老臣惭愧呀！罢了，既然殿下心意已决，那便留下吧。但若是不可为，殿下必须答应我，即刻撤退，绝不可逞强。可莫慌，那畜生翻个身罢了。白玉楼，时隔多年，我们还能相见。我还记得当年你跟在徐老怪身后是什么境界？点墨，还是刚入种莲？记不清了。
记不清便记不清吧。从前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；以后种种，譬如今日生。老夫如今坐在这里，当年师尊能镇压你，如今老夫亦可再镇压你一次。大话谁都会说，看看你这身枯败的气血，还能撑几年？本生寿元10万载，与天地同寿。待你身死，这世间还有谁能拦得住孤？莫非你是在指望你身旁这丫头？你们一代接着一代这般毫无希望的坚守，有意义吗？待到这大唐龙脉崩塌，本圣终究还是会出来的。到时候，这天下还有谁能挡本圣半步？后人之事，自有后人去筹。只要老夫还活着一日，绝不会让你破风而出。到了。你为什么关键时候松手？我一不小心手滑了。那我就送你到这儿了。往北顺流而下是潭州长沙郡，往南逆流而上是衡州衡阳郡。据吕大人先前所言，这两处乃是如今江南西道妖幻最为酷烈之地。我去南边，你去北边。为何？因为南边的妖魔似乎更多些。旁人避之不及，你倒是挑肥拣瘦起来了。既如此，那尤某便去潭州走一走，定不让那些畜生踏入各郡半步。等等，若是不敌，莫要逞强，等我腾出手来，自会去救你。我游吴江，好歹是你前辈吧？曾经年轻一辈第二人啊，被你一个17、18岁的丫头这般叮嘱，好气啊！多谢殿下，尤某记下了。531，加上这2个，便是533了。你这腿脚未免也太慢了些。俺在那城西转了一圈，连皮带骨，可是已经杀了642个了。罢了，先拿你们这2个垫垫肚子，正好泄泄俺心头这口鸟气。妈呀！咦，那身子怎的这般眼熟？击杀点墨镜生物获得道行1820年。击杀点墨镜生物获得道行1740年。当前道行4525年。万妖吞天！并未破境，想来光凭这2头点墨镜的妖怪，怕是远远不够。人不如狗，这世道
真是完蛋到了极点。不够，既然杀几头妖救不了事，那便杀个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煞星来了！站住！如今衡阳全城戒严，许出不许进。若无身份凭证，只要再敢上前半步，休怪我等剑下无情。妖魔环伺，这般严防死守才对。要是随随便便放人进去，这城早就完了。快开城门！巡查使大人到了。卑职有眼无珠，不知是巡查使大人驾到，大人里面请。这么年轻，还是个女娃娃，难道是那位逆斩强敌的人物？可是昭月长公主殿下当面。参见殿下。正是本宫，起来说话。殿下，衡阳如今连个卖烧饼的都没了，俺这儿没好茶叶没点心的，实在本宫是来斩妖的，不是来游山玩水的。衡阳境内如今到底是个什么光景？为何关山境大能不出手清理外围，任由妖魔屠城？凭关山境的实力，若是肯出手清理这些外围妖患，哪怕是这千里之地，也不过3-5日功夫，便可将这些不成气候的妖魔屠戮一空。何至于让这满城百姓死伤惨重？殿下有所不知，庐陵封印的那老妖圣，除去一身早已真至燃灯的恐怖修为，麾下还有18尊关山境妖尊。600年前，朝廷虽然斩了10尊，可还剩8尊带伤潜逃蛰伏至今。如今已有4尊潜入江南西道，死死盯着庐陵。只要庐陵敢分出一位关山境来救援我们，那4头畜生就会立刻强攻封印，谁都不敢赌。这还只是现在的局面，若是待那剩下的4尊关山妖尊也一并齐聚，大唐能抽调出8位关山境与之抗衡吗？若我人族万众同心，区8头妖尊算什么？可恨江南西道那些名门大派世家大族，平日里高喊除魔卫道，大难临头却各扫门前雪，早就举败搬迁跑路了。咱们只能等死。果然，不管在哪个世界，资本和门阀跑路都是最快的。程将军，多说无益，告诉我那几头作乱妖魔的坐标，趁着天色尚早，本宫去就回。狮子搏兔，义用全力。我同境之中虽然鲜有敌手，但难保对方没有燃烧道行的底牌，必须加点。当前道行4525年，推演完璧不破法，消耗道行320年，完璧不破法提升至入门；消耗道行650年，完璧不破法提升至精通；消耗道行1200年，完璧不破法提升至小成。种连境的功法简直就是吃粮大户，2个层次就去了1000年，再加消耗道行2150年，完璧不破法提升至大成。4320年道行，才堪堪大成，穷啊！不过，如今我这身躯便好似混元金斗，无缺无漏，无欠无余，防御、续航和恢复能力都发生了质变，这才是真正的完璧不破。有了这等体质，再加上那一堆妖魔神通，哼！明明想成为操作怪，怎么又全堆成数值了？开饭了！获释啦！慌什么？与你一同前去袭击衡阳县的蛮牛和老狗呢？死了，全死了，连一招都没接住啊！是个极其年轻的女子，穿着玄衣，是一杆大戟和一口长刀，太凶了！一人瞬杀2头点墨镜的大妖，女子，是她。昔日在泾阳杀我4个子嗣，若非被那老匹夫追杀，早在那日我就将其碎尸万段。
这丫头如今竟然敢只身踏入这江南西道！当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自来投。这新仇旧恨，本座今日便与你算个清楚。妖王，您这是要……本王要亲自走一遭，把这衡阳地界翻个底朝天，也要揪出他。你留在此地看家，若是洞府有闪失，待本王提着那丫头的人头回来，唯你是问。吓死鸟爷了！那玄衣女子一招秒杀老牛的煞气太可怕了。不过，妖王步入众莲境多年，实力通天。那女子哪怕再怎么天骄，只要碰上妖王，必死无。这不是刚刚才出门的妖王吗？撒泡尿的功夫都不到吧？怎么就嵌在墙上了？不好意思，我还以为是减速带呢。是你！方才那惊天一撞，我这种连大妖的肉身竟完全敌不过。这才距离当初多久？他竟然成长到了这般地步！众莲之境，怪不得这丫头敢只身闯入这衡山绝地，原来这就是你的底气。可你要知道，我鬼金妖王。我没那么多闲工夫听你废话。这女的究竟是什么怪物啊？众莲大妖连一招都走不过，逃！快逃！击杀众莲境生物，获得道行7277年；击杀点墨境生物，获得道行1123年。当前道行8600年。万妖吞天，开！成功掠夺妖魔神通，神通绝阴沉，黑压一族保命之本。施展时收敛一身气机，融于阴影，若枯木死灰，非大能不可察。众莲后进，这一趟江南西道确实来对了。这黑毛畜生连我一戟都接不住，死了竟还能爆出这般藏你保命的好东西，试试看。若是顶着这副皮囊，去那妖魔横行的官道上大摇大摆的走一遭，那些不知死活的妖魔怕是都要争先恐后的扑上来吃我。届时这哪里是斩妖，这分明就是进货啊！可惜如今江南西道局势民乱，卢营的局势更是随时可能崩塌，暂时没闲工夫玩钓鱼执法了。鬼君妖王已死，这衡阳地界基本已经肃清，接下来便是长沙郡了。也不知游吴江那边是什么光景。妈的，乡野村夫，酸涩无味！若不是镇魔寺新来那个众莲武者有点本事，老子早一脚踏平长沙郡了。大哥说的是，不如明日咱们直接杀进城去，抓不少年轻男女打牙祭。关山境银骨妖尊，小妖拜见妖尊大人，不知妖尊驾到，有失远迎，死罪死罪。
本尊奉老大圣法旨，从海外赶来。本以为尔等在此经营多日，应当有些建树，尔等竟是连个小小的长沙郡都还没拿下。哼！妖尊大人明鉴，这长沙郡本就又有镇魔大将坐镇，城防坚固。前2日，更是来了个唤作游乌江的人族天骄，此人乃是种莲境圆满，手段极其恐怖。人族天骄？哼！我在那海外荒岛待了数百年，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正好顺手杀个人族天骄，活动活动筋骨。加点。消耗道行5200年，完毕不破法提升至无上层次。这几千年道行没白费，黑熊终于能推演啦！我如今的武学皆与这蛟龙不合，只能先当条懒蛇养着。先存着吧，日后总归用得上。这群畜生，吃了一次亏后便化整为零，专挑周边防守空虚的村下手。我这头火急火燎赶去，到了地头只剩一地残肢断臂。若是我也能有殿下那般瞬歇千里的手段，何至于让这群畜生猖狂至此？滴血，又有大妖来袭！莫慌，是自己人。殿下，您这般快便来了，衡阳那边的局势如何？感觉那边没有大妖给我杀了，我就过来了。我服了，何等傲慢之词！殿下，这位便是镇守长沙郡的镇魔大将公孙将军。不穿甲胄的话，倒像是个慈眉善目的当家主母。妈了个巴子的！方才哪个哈乱在外头搞得神像疙瘩喽？这反差绝了！公孙将军，慎言。慎什么言？游巡查，你眼睛他妈的抽筋了！我两眼一黑，你这祖宗别说了，这可是长公主啊！传回长安，你的祖坟都要被盐官刨了！这位乃是陇豫都司指挥使银袍军察，更是当今大唐昭越。末将公孙兰，不知殿下驾临，满嘴喷粪冲撞了凤驾，还请殿下治罪。没事。外头风大，殿下还请入城一叙。殿下莫怪，这潭州地界的湿气重，若不喝上2口烧妈子，再吃点辣子，这身子骨早晚得锈住。殿下，都司衙门的破地儿冷清，若是不嫌弃，咱们就在这儿凑合一口。这家那臭干子乃是一绝。堂长公主殿下，金枝玉叶，你让他蹲在路边摊吃臭豆腐。客随主便。痛快！老板，把压箱底的好货都端上来。不错。痛快！殿下想必也是与游巡查一样，为了妖魔而来吧？如今这长沙郡外最棘手的是谁？
那便是橘子洲头的金狮妖王。他是众连境，今日我刚到长沙郡，便与其交过手，只是可被他侥幸逃脱。这金狮妖王连你也打不过？是。那便没什么好担心的了。下次若是出现，我亲自出手便是。这叫什么话？什么叫连我都打不过就不用担心了？扎心了，殿下！当真是稀客，堂堂大唐先皇，人族至尊，今日竟也有雅兴来孤这妖庭做客。这若是传了出去，届时天下人该如何看你李家皇室？皇帝不过是个名号罢了。如今我已卸下重担，斩断尘缘，大唐的兴衰荣辱与我何干？我来是想问你一件事：当年你在施展妖胎之术时，究竟动了什么手脚？孤虽是妖，但向来言出必顿。当年你我既然立下约定，各取所需，孤又岂会在那功法上做手脚？况且那妖胎不是已经成了吗？虽然出了点岔子，但终究造就了一具上好身躯。待到其妖性彻底显露，便可借那藏仙秘术彻底夺舍。这难道还不够？不够。若是只有这般，我自不会来找你。可怪就怪在，明明被选中作为容器的子嗣，虽然天赋不错，但也还在常理之中。但另一个本该是凡胎肉体，其天赋却远超妖胎100倍。如今不过17、18岁的年纪，却已是种莲之境。这般天赋才情，若让我来夺舍重修，定能踏破登楼之境，得正长生。所以我此来是想改一改当年的约定，我要换人。藏仙秘术本是为你那半妖儿子量身定制，他体内重有妖胎，算半个妖族，且与你血脉相连，哪怕施展秘术，也还能留一缕残魂。若要换成你女儿，唯有彻底碾碎她的神魂，将三魂七魄炼化为虚无，不入轮回，不留来世。那可是你亲生骨肉，你当真舍得？那又如何？那丫头既是我所出，如今能助我成道，便是她的造化。我只求长生久世，亏得入圣超脱。为此，莫说是区区一个女儿，便要我不惜一切献祭这大唐亿万生灵，乃至这方天地，只要能成道，皆可杀。哼，千元兄，你这心肠倒是比孤这妖魔还要硬上几分。既要换人，那原本的布置便要改上一改。你需要在那丫头神魂最为脆弱之时，以此物为引，强行冲散她的神魂。不过这丫头如今已是种莲，神魂凝练，想要彻底碾碎，怕是不易。须得让她先受重创，或是心神大乱。此事我自有计划，多谢妖皇成全。待我事成之日，那原本许诺给你的东西，自会双手奉上。什么狗屁倒灶的玩意儿！700年了，这人间烟火倒是一点没变。妖怪，有妖怪进城了！列阵！大胆妖孽，安敢在长沙郡内撒野，还不速速束手就擒！那个谁，叫那个尤无疆出来。尊上，是尤无疆。是奴婢多嘴，是奴婢多嘴。罢了，管他是什么东西，既然来了，索性便全都杀了吧。
这等器苗，绝非众莲境妖王，难不成是关山境妖尊？更可怕的是，殿下竟隔着半条长街，一击便将他如拍苍蝇般轰飞。难道殿下当真有了比肩关山的战力？众莲与关山，一境之差便是云泥之别。殿下一己虽强，占了偷袭的先机，但若想一击镇杀一尊关山妖尊，怕是痴人说梦。这怎么可能？自本尊迈入关山，你是第一个能让本尊如此狼狈之人。你当真是不可饶恕！这畜生走的竟是专修肉身的阳山一道，兔要修阳山，难怪我方才那宛如推山断岳的一击打出去，这兔子精屁事没有，原来是个纯肉坦克，有点意思。阳山又如何？老子打的就是阳山！剩下的2头畜生，交给你们了。想引承本尊，以免波及这满城蝼蚁吗？也罢，本尊就让你见识见上关山境的厉害。忽快忽慢，若即若离，既不让我追上，又不让我跟脱，这算什么？这他妈是在训狗啊！着实是该死啊！滚出来！藏头露尾的鼠辈，有本事你给本尊出来！如你所愿。既然现了身，契机便已锁定。这次若是再让你跑了，本尊这几万年的关山，算是修到狗身上去了。没人？怎么可能没人？这门得自那只乌鸦的神通确实好用，断绝音信，深化尘埃，哪怕是关山境的妖尊，只要不是贴脸，也难以发觉。这只兔子确实很硬，方才那一击，若是换做之前的鬼精妖王，脑袋早就炸成了烂锅了。可他硬扛一击，竟毫发无损。修阳山的妖尊肉身，果然恐怖。出来！给本尊出来！就是现在！就是现在！你找死！再见。方才与这妖魔交手，虽未使出全力，但也试出了这头关山大妖的深浅。肉身确实硬，远非种莲妖魔可配。不过，
却也并非是让人绝望的差距。若是催动化龙经，肉身强度还要往上翻一番，能杀。刚刚这般羞辱，他都没手段留下我。可如果能斩杀一尊关山妖尊，那该是何等庞大的一笔道行！血肉魔装，终于不跑了吗？被一个种连境的人族丫头像遛狗一样遛了这么久，这一次只要你敢近身，你就别想走了。给本尊死！这便是走阳山路子的关山大妖吗？这便是走阳山路子的关山大妖吗？任你千般法术，我自一力破之。很疼。自从踏入关山境，除却当年被燃灯武圣追着暴打，从未再感受过这种感觉。这副尊眸，这冲天的煞气，究竟谁才是妖魔？护煞血废，完璧不破法。这怎么可能？哪怕是阳山大妖，肉身恢复之力惊人，也绝无这般瞬息痊愈的道理。若是只有这般，那你今日怕是要死在这儿了。这丫头的恢复能力真的是种连境该有的吗？换了7、8次伤，本尊早已气血翻涌，脏腑震荡，可她罢了。本尊虽走的是阳山路子，修金刚不坏肉身，但这并不代表本尊只有一身蛮力。这是动用灵印了。银骨为体，冷烟为沙，千丝牢牢盘。
能恢复吗？本尊倒要看看，若是被搅成了一滩烂泥，你还如何恢复？蜃楼，这是天丝消失了，这不是幻境，不是还是换了天地？这家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？装神弄鬼，同样的手段还想用第二次？文贤镜，虎妖，这他妈是一头只有文贤镜的废物虎妖！如此手段，着实卑鄙。滚开！横练肉身，急速遁法，混音幻影，控水神通，召唤妖物，还有那该死的隐匿之术，这人踏不休的到底是什么玩意儿？操！这一身的旁门左术，这一身的旁门左术，你就不能像个正常人族一样堂堂正正的修炼吗？能赢就行，你管我练的是什么？况且，群殴也是实力的一种，动用百妖谱召唤这些杂鱼，毫无消耗。在这封闭且混乱的深楼里，水汽加上我的隐匿神通，堂堂关山妖尊，如今也只能当个活靶子被我慢慢放血。今天耗也要耗死你！丫头，实在是阴的没边了，得先离开此地。给本尊开！毫发无损，这怎么可能？蜃楼系的神通困敌确实好用，但这银骨妖尊的肉身硬得让人头疼。既然技巧不够，那便用数值来凑吧。装神弄鬼，宰了你！这鬼地方自会不攻自破！死来！这般冲天妖气，这到底是什么灵印？梭哈，给我燃烧！消耗道行3250年。大黄星云，大黄星云。给本尊滚开！这不可
可能。同时催动6道灵印和诸多神通，外加3000多年道行，对身体负荷还是太大了。不知道这波收益。击杀关山境生物，获得道行54977年。54977年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这就是关山境大妖的含金量吗？爱了，当真是爱了，真想抱着他的尸体亲上一口。爽！爽！检测到未收录妖物，是否消耗道行进行收录？这该死的系统真是见不得我兜里有钱，收录确实能得神级被动和灵印，可这费用向来是抽筋拔骨。好不容易暴富一次，这一下怕是要把底裤都赔进去。钱没了可以再赚，这种极品关山大妖，错过了要遭天谴的。消耗道行34200年，成功魔影银骨冷烟兔，获得妖物馈赠。天赋：银骨琉璃身，取太阴之精，炼骨为银，断肉为离，身若琉璃无垢，骨似神铁难摧，万法不侵，诸邪辟易。这肉身强度仅仅是常态，竟比我开启化龙经拼命时还要强上3分。若是再叠加上化龙经，怕是再遇到这银骨妖尊，光凭拳头就能让他跪下来喊妈。倒是不赖。万妖吞天，连开9瓣，圆满无漏，众连剑圆满。怎么停了？吃不下了，看来是碰到了破镜关山的瓶颈。既然吃不下，那就打包带走。鱼腹藏，得赶紧回长沙郡一趟。一来看看尤无疆和公孙兰能不能解决剩下的2头妖物，二来尤无疆这憨货说不定知道怎么破镜关山。这位姐姐，若是没力气了，还是早些躺下吧。奴家这长铃最是温柔，只要轻轻一缠，便能送你去见阎王，保准不疼。无耻妖物，想杀老娘，你也配！我这边撑不了多久了，若是长公主殿下那边出了岔子，殿下虽是天纵之才，点墨斩种莲也是惊世寒俗。可那银骨妖尊，乃是真正的关山境大妖啊，两者有着不可逾越的天堑。殿下啊，殿下，您可千万莫要犯浑啊！只要凭着速度甩开那妖尊，撑到回庐陵调派关山境高手即可。千万不要一时冲动，停下来与那妖尊硬碰硬啊！孽畜，受死！急什么？待我家妖尊娘娘回来，定要让你们这群人族付出代价！来了，定是妖尊娘娘回来了。恭迎妖尊娘娘！她怎么回来了？妖尊娘娘呢？击杀众连境生物，获得道行6920年。连妖尊娘
娘娘都没回来，姐姐被一刀斩了，我逃不掉的，横竖都是死。别过来！谁敢再动半步，我便拉他做个垫背的！放开！我不放！这样，你放开他，我送你去见你家娘娘。我绝不信！击杀众连境生物，获得道行6533年。我什么时候骗过妖了？说了送你去见你家娘娘，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的，怎么就不愿意相信呢？殿下，多谢殿下救命之恩，此地不宜久留。那银骨妖尊乃是关山境的大妖，手段通天。殿下虽仗着神通遁法将其引开，又趁机杀了个回马枪，解了长沙之围，但这毕竟只是权宜之计。公孙将军所言极是，殿下，您能从那妖尊手中全身而退，已是天大的幸事。咱们趁着那妖尊还未追来，赶紧撤往庐陵。他回不来了。为何？这是殿下。这兔妖着实难杀，费了我好一番手脚。难杀，费了一番手脚，这他妈可是关山境的大妖啊！以众连之境逆伐关山，你是人啊！昔日在太湖，他以点墨镜逆斩众连大妖，世人皆惊。如今才过去多久，就以种连之身逆斩关山妖尊？若是照这路数，等他踏入关山境，岂不是要逆斩燃灯？这世间的修行铁律，在他面前简直像个笑话。同样是众连，为何差距会大到这种地步？殿下，关了吧，没意思。都齐了吗？银谷那娘们还没到，俺一路赶来，并未见其踪影。按理说，银谷应当早到了才是。那骚兔子向来性子跳脱，指不定是在半道上遇着了什么合胃口的血食，又在哪儿耽搁了。若是误了正事，待大圣破风而出，定要治他个大不敬之罪。罢了，银谷虽顽劣，但在大是大非面前，应当还拎得清轻重。更何况，那白玉楼虽是燃灯境，但如今所有的精力皆需用来压制封印。只要我等出手干扰，哪怕只是破开一丝缝隙，老大圣便足以冲垮禁锢。如今庐陵之地亦有4位人族关山境强者护法，4对4，4对4。若是咱们现在动手，胜负不过是在5-5之间。5-5便5-5，便是那白玉楼亲自出手，俺也能扛上几招。不可鲁莽，若是能有10成把握，为何要去赌那1半的运气？银谷既已入了这江南西道，想必至多再有2-3日便能赶来会合。届时，我等便是5尊关山，5对4，优势在我。既如此，那便再等那骚兔子3天。传令下去，让江南西道的各路妖魔再闹得凶些，待到3日后，给他们来个惊喜。殿下，我如今已是种连圆满，来找你是想问问，这关山境该怎么破？你说什么？你几个月前才入的众连，现在就要问我怎么入关山了？你还是人吗？既是殿下垂询，那尤某自当知无不言。
这关山已境求的是那个物字，非是寻常真元积累可得。所谓关山，关的乃是心头之山，亦称内境。内境，内境。不错，这世间武者每个人的灵印不同，这心中的山自然也千奇百怪。若灵印乃是深海巨鲸，那这内境便该是波涛万丈的汪洋孤岛；若灵印乃是九天雷鹏，那这山便该是云雾缭绕的通天绝壁。故而，这第一条铁律便是：无论心中所观何山，皆不可与自身灵印相违背。若是那属火的灵印偏要去观那雪山寒池，必遭反噬。懂了，顺势而为，继续。寻得内境，确立山形，不过是第一步，接下来便是最为关键的抉择，分阴阳。这关山之境，归根垫底只分两途，一曰阳山，二曰阴山。阳山者，主修肉身，一身气血如龙，举手投足之间便有崩山断岳之威。修到关山圆满，更是肉身不朽，金刚不坏。阴山者，主修神魂，专修元神出窍，神游太虚，一念起可呼风唤雨，一念落可撒豆成兵，手段诡谲多变，防不胜防。阴阳无高下之分，只看个人缘法。若是体魄强健，就适合阳山；若是神魂强大，阴山便是坦途。懂了，阳山主坦度与输出，简单粗暴；阴山主控制与法术，花里胡哨；阴山主控制与法术，花里胡哨。我如今肉身强横，显然是阳山的好苗子。可我又有控水搬山之神通，好像转法师走银山也行。不过，按照这套理论，想入关山，得先确定灵印属性，再找匹配的内景。可问题是，我的灵印到底算什么属性？这一大家子妖魔鬼怪，特么就是个动物园啊！要想找一座既能让老虎满意，又能让蛟龙舒坦，还得让野猪乐意的山，我上哪儿找去啊？想那么多做甚？对于旁人而言，破镜须得如履薄冰，生怕行差踏错半步便万劫不复。可对于我，这一路走来，从手无缚鸡之力的罪臣之女，到如今众莲圆满，靠的是所谓的悟性吗？屁！老娘靠的是这面板。既然凡境可破，众莲可入，那这关山，只要数值堆得够高，也是有办法给我硬生生淌出一条路来。宿主江月初，境界众莲圆满，道行34229年。3万多年啊！这是一笔何等庞大的财富，而如今尽归我手，挥霍必须狠狠挥霍。恭喜宿主挥霍道行，获得聚灵眼下，取万妖之精魄，聚天地之灵韵，演化内景，凝聚成图。果然啊，筒子就没让我失望过。是否消耗道行，演化内景？是。双刃凝风七落叶，一匹孤峰两半开。山林副手成飞势，万壑秋生拜虎台。北宗踏叶上遥天，长啸清光满涧渊。影烛冰轮风四起，千山夜寂听狼弦。黑渊血浪卷尘沙，怒啸横空染超霞。力气漫吞千丈岭，妖威独霸乱峰天。袈裟入定作云岩，钟响清霄物尽间。虎鹤藏神山岳寂，金熊迅影震千连。
原来如此，这是将我收录的妖魔绘卷凝聚成一图，以此图入关山。容！起！关山城，不同于种莲境时的真元流转，此刻我举手投足之间，皆有翻山填海的伟力。天赋：银发天兽，秽土金身，万钧之力，狼行千里，虎煞血沸，血肉魔装，已融合。四凶化生，荒神躯，五主杀伐兵戈，狼行千里无痕，雄悍万钧山岳，珠玉秽土金身，取四凶之精粹，铸大荒之魔躯。妖魔绘卷不足，无法继续演化。不足。这4头妖物虽各有神通，但归根垫底皆是蛮横之辈。凝聚出的赤黑大山亦是煞气冲霄，厚重无比。此乃阳山。既然系统自动筛选了这4头妖物演化阳山内景，那剩下的，白猿公与白蛟虽肉身不俗，但本事多在术法神通上。若按阴阳划分，当属阴山一脉。原来如此，素材不够，只要再多收录些擅长术法的妖魔，加满至天成，届时再耗费道行聚灵眼相，我这气海之中，岂不是能同时坐拥阴阳2座大山？世人修行，只能在阴阳2路中择一而行，毕竟心只一颗，山只一座。可我不同，若是阴阳同修，左手搬山填海，右手肉身成圣，近战无敌，远攻无解，这数值简直是拉满了。既然如此，宿主江月初，境界关山出境，道行15029年。道行还有15000多年，原本想着将万妖吞天往上推一推，只是眼下这境界拉得太快，这几头大妖竟还是魔影境界，着实有些底蕴单薄了。罢了，先提升妖物吧。虽然这头黑蛟只是点墨圆满，论实力远不及那头关山境的兔子，但我剩下这15056年的道行，根本不够推演银骨妖尊。更何况这头黑蛟来自神秘莫测的银马川，若能将其补全，除了画龙晶残卷，或许还能窥探到海外妖族的一角真相。灌注！第1年，你出生在东海之极银马川，你的父亲告诉你，银马川强者为尊，而黑蛟一脉生来就是为了杀伐。第150年，你修至冥骨圆满，这一日，银马川深处忽有仙乐阵阵，你看到几位人族脚踏飞剑，悬于海天之间。你惊骇地发现，几位平日里高高在上的老祖，此刻竟是垂下头颅，对几人毕恭毕敬。你心中大震，偷偷询问长辈，长辈讳莫如深，只是指了指天上，吐出2个字：仙门。第800年，你成功踏入成丹境，亲眼见到5000年才开启一次的灯笼台，五脉蛟龙，
万千族群皆在台上厮杀，唯有战至最后的一妖，方有资格沐浴龙血，脱胎换骨。第1900年，你成功踏入点墨之境，想去争那能够化龙的登龙台名额，可看着那些早已迈入重连关山的老蛟们，感到了深深的绝望。第3290年，你做出了一个违背祖训的决定，你悄悄离开了饮马川，来到了富庶的余杭。这里人烟稠密，对你而言，这里简直就是自助天堂。你开始幻想吞食足够的人族血石，或许便能弯道超车。你沉醉在这种飞速变强的快感之中。饮马川登龙台，有点意思。消耗道行6400年，黑蛟蛟春进度已达染珠，获得妖物馈赠，5品阶化龙经残2圆满，承接断体之法，炼骨淬髓，一金洗法，引动9天风雷，呼吸之间风雷相随。雷法也是，龙行之时，必有风雨雷电相随，与之半生，倒也合情合理。看着还剩不少道行，既然已经开了头，那便索性继续。消耗道行8200年，黑蛟蛟春进度已达点睛，获得天赋逆战。逆战，黑蛟一族独有血脉天赋，身处绝境而不死，浴血奋战而愈狂，伤势越重，气血越是沸腾，实力便越是恐怖。残血狂暴，越残越强，越痛越狠。好家伙，狂战士转职是吧？可问题是，我这狂战士有点硬过头了吧？我如今靠着大荒四凶符迈入关山，走的是气血如龙的阳山一道，加上银骨妖尊的银骨琉璃身，还有融合众多天赋而成的荒神躯。这底子已然硬得不讲道理。要是再算上胸口这件护心宝躯的灵印，这般叠甲，放眼这大唐天下，除了燃灯境的老怪物，谁特妈能破得了我的防？击杀点墨境生物，获得道行1800年。荡平了这处妖窟，林林总总加起来赚了1万多年道行。可现在踏入了关山境，这点道行简直是打发叫花子。光是那巨灵眼象要凝聚第2座阴山内景，所需的道行便是个天文数字，更别提还要将那些妖魔加点到天成，怕是没个几万下不来。不想了，越想越觉得自己是个穷鬼。吞。到底境界不同了，靠这些小鱼虾，想再进一步，怕是要杀到猴年马月。听程铁牛说，庐陵有4尊关山大妖，按照银骨妖尊的身价，那就是整整20万年道行。这么大一笔横财，我可不能错。师尊，无恙，老毛病了，不碍事。白玉楼，你这身子骨怕是比姑预想的还要不中用。哪怕你强撑着这口气，可这命数骗了别人，难道还能骗得了姑，骗得了这天地？至于最后一次燃灯的机会，心里不好受吧？你可知为何姑明明感应到了封印松动，却偏偏宁愿与你在这里周旋，耗费光阴，也不愿破风而出吗？因为像你这般半死不活的将死之人，不值得姑浪费一次燃灯机会。确实，
你这妖魔倒是看得通透。世人皆知燃灯镜乃武道圣者有搬山填海、摘星拿月之能，却不知燃灯称圣，皆在于其心灯，皆在于其心灯。每一次燃灯，皆是向天夺命，逆转乾坤。无论受了多重的伤，哪怕气海崩碎，只要点燃心灯，刹那间伤势尽复，重回巅峰，战力暴涨数倍。可是这世间万物有得必有失，燃灯之后仅有6次点燃心灯的机会。若是6灯皆灭，不仅寿元大减，一身通天修为也会消散，从此沦为凡胎。故而世间燃灯大能，除非灭门死恨，谁也不愿轻易浪费这般机会。可如今大唐内忧外患，4境妖魔虎视眈眈，老夫身为镇魔司总指挥使，又如何能像那些世家燃灯一般，许一处洞天福地，必死关只求自家大道？所以你这最后一次机会可是金贵的很，哪怕仅存1次燃灯机会，也是有可能亏得登楼大道。何必为了这必死之局，为了大唐，把它浪费在孤的身上？登楼之上的风景，老夫此生怕是无缘得见了。赤灵妖尊，没想到竟是你来了。怎么看到本尊，你们似乎很不高兴？行了，说说吧，如今这庐陵是个什么光景？白玉楼如今亲自坐镇封印，分身乏术，而在其周遭还有4尊人族关山境的武夫，分别4方为他护法。原本咱们的算盘是等银谷那骚兔子入局，届时便是5尊关山打他们4个，稳操胜券。不过既然赤林兄到了，那只死兔子来与不来便无关紧要了。昔年18妖尊，赤林兄若称第2，谁人敢称第1？有赤林兄助阵，这卢长的局今日便可破得。那老狗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让本尊出手？既然不是为了破风而来，那赤灵兄此番大费周章降临江南西道，究竟意欲何为？意欲何为？既然有那老狗替我牵制，有你们替我盯着，我不趁此良机去后方多使几郡抗粮，又如何对得起你们这般煞费苦心？尔等好好看守，莫要让他们出手来，坏了本尊继续的雅兴。又来一尊妖尊，怎会来得如此之快？他为何不强攻封印，反而往东而去？如今江南西道精锐尽聚于庐陵，后方空虚，如何挡得住关山大妖的肆虐？好个猖狂的孽畜，这般肆无忌惮，当真欺我大唐无人！吕大人，你且在此坐镇，带我去劫了这厮。慢着！如今那荒山上还有4头关山妖尊虎视眈眈，你前脚刚走，他们后脚便会倾巢而出，强攻封印。我知道你顾全大局，可若放任不管，只消半日功夫，这畜生便能吃尽1郡百姓。封印那里不是还有白老指挥使坐镇吗？哪怕妖圣出世，以白老的手段，师尊他只剩最后一次燃灯的机会了。妖圣破风或妖尊吃人，皆是大唐不可承受之痛，但两害相权，取其轻。若是妖圣破风，逼师尊用掉最后一次燃灯，届时谁来镇压妖圣？
我大唐国运将倾。道理谁都懂，可这决定是要把数十万百姓的命放在天平上，眼睁睁看他们去死啊！崔兄，莫要怪自己。总司那边传信，柳婆婆与王老两位关山已在赶来的路上，至多1-2日便可抵达。只要撑过这1-2日，或许还能赶得上，为死去的万千百姓报仇雪恨。迈入了关山境，这云城里的速度简直起飞！快了，这惊人的妖气，庐陵就在眼前！20万年道行，我来了！关山境，情报上不是说那4头关山妖尊都在庐陵开会吗？怎么有一头往东边跑了？这妖尊难不成迷路了？本来还想潜入庐陵，用蜃楼溪一头一头把他们暗杀了。可现在，这落单的妖尊不就是送到脸上的经验包吗？岂能视而不见？更何况单刷落单怪，绝对比去1打4要省事的多吧？感谢大自然的馈赠。是江东镇魔司的旗号，他们来支援我们了！快开城门！月老鬼，怎来的是你？老子还以为你已经死了！王大傻子，你都没死，我哪敢先走一步？也是，阎王爷嫌你肉酸，怕是不肯收。到底是江东富庶，这般底蕴，看着就比咱这破地方金贵。岳老将军，别来无恙。小天师客气，先前苏州一别，没想到这么快又在鄱阳相见。自打这乱子一起，小天师便领着龙虎山的道长们下了山，助我等镇守这鄱阳郡。斩妖除魔本就是我龙虎山分内之事，倒是贫道还得带着鄱阳百姓，多谢岳老将军前来驰援。此次我们定要小心行事。不可大意。这是关山境的大妖。关山妖尊，光是这铺天盖地的气势，便已压得人膝盖骨发软。你的样子我离开我上！都离远点儿，莫要在这里碍手碍脚。这声音，都离远点儿，莫要在这里碍手碍脚。这声音，是江丫头。好年轻的关山境，大唐何时出了这般人物？你是？
操！给我住手！哈哈哈哈！老王，看到了没？你他娘的看到了没？这位当初在江东的时候吃过老夫亲手做的西湖醋鱼，还与老夫一起斩过妖，那可是过命的交情。这是谁的部将？怎的如此凶猛？这货刚刚飞掠的速度分明快得很，怎么反应力如此迟钝？就这？你好像有点弱。哈哈哈哈哈！多少年了，如此被人轻视的滋味，当真是让本尊怀念。可是你要知道，本尊在妖族之中也是天骄。将死之妖，何必多言？四凶化身，荒神躯。聒噪。能逼出本尊真身，你足以自傲，但也到此为止了。这般威势，若是落入城中，这满城百姓怕是瞬间便要化作飞灰。仗着一身蛮力的阳山武夫，学了些控水把戏也敢卖弄。我可是专究阴神的关山妖尊，想用水灭我的火，痴人说梦。那是。大荒星人，斩杀关山境生物，获得道行63977年。法师就老老实实躲起来扔技能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还要我教吗？加上老本，身家逼近8万年大关了。收。检测到未收录妖物，是否消耗道行进行收录？收录。成功魔影赤鳞妖尊，获得妖物馈赠，天赋控火，赤蛟翼一族本命神通，可引动地火，焚天煮海，
所过之处尽化焦土。左手库水，右手止火，还有白猿宫的搬山之术。啧啧，这要是修成阴山，岂不是阴的没边了？末将岳怀元，末将岳怀元，参！行了，岳将军，一大把年纪了，腰杆子本来就不硬朗，在这折腾给谁看？嘿，我就知道殿下不兴那套虚头巴脑的规矩。老岳，这位究竟是？这位便是当今圣上刚认回来的那位昭月长公主殿下。长公主，陛下那位流落民间、身世坎坷的亲妹妹。末将江南西道鄱阳郡镇魔大将王弘参见殿下，多谢殿下。王将军不必多礼，今日我也只是恰逢其会，顺手罢了。没想到当初在乐府那惊鸿一瞥的少女，今日再见，已是这般风景了。我终究是望尘莫及了。谢郎将，别来无恙。托殿下洪福，听兰尚好。那就好。罢了。能这么近距离的看着、听着，便已是极好。苏州一别不过数月，没想到殿下如今已是关山境。殿下天资，贫道叹为观止。翻遍道门典籍，自吕祖飞征以下，又有几人能及？运气罢了。如今那妖物已经死了，剩下的善后之事，便交给诸位了。殿下可是要走？留下吃顿饭再走也不迟啊！殿下离了江东，怕是许久没尝过那西湖醋鱼的滋味了吧？这城里虽没那西湖里的鲜货，但那鄱阳湖里的大青鱼，肉质也是紧实的很。今日老夫亲自下厨给你整上。你这老匹夫，能别惦记你那西湖醋鱼了吗？岳将军，若是平日里，这顿酒我自是不会推辞。可如今庐陵那边局势危急，这顿酒先记在账上，待平了这江南西渡的乱子，到时候你若是敢拿兑了水的烈酒糊弄我，我可是要掀桌子。好，走了。殿下，保重。恭送殿下。这才过去多久，已经成长到这般地步了吗？若是没记错，前些日子在江家所见，这丫头也不过是重莲，这般成长速度，哪怕是我，此刻亦是感到一阵心惊肉跳。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原本还想着再等等。可如今看来，若是再给他些许时日，哪怕只是3、5个月，保不齐这丫头便能再进一步，触碰到燃灯的门槛。世间万物过犹不及，必须抓紧时间。我的好女儿，莫要怪为父心狠，日后待为父亏得长生，未必不能补偿于你。停了，还差了一线，偏偏卡在这里。一头关山境的赤蛟，一堆杂鱼，外加1/3头银骨妖尊，竟还是没能突破。倒也不必急，这世界最不缺的就是妖魔，只要杀得够多，突破不过迟早的事。更何况庐陵那边还有4头正等着我取餐呢。道衡43577年，除掉收录那36000余年的花销，家底还算殷实。黑椒已经点睛，索性直接加满饭了，加点。
消耗道行9200年，成功将黑蛟蛟春提升至天成，获得妖物馈赠，获得化龙晶，残2无煞。黑蛟这边算是完事了，剩下的道行看着多，想喂养关山大妖，连个水漂都打不响。没得选，只能是你这只扁毛畜生了，乾坤妖王。听说你出自金翅大鹏一脉，根脚清贵，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背景。给我灌注！第1年，你出生在灵山，此地云遮雾绕，紫气东来，非凡俗地皆可比。灵山有81洞妖窟，每一位洞主皆是天地间赫赫有名的大妖皇，在此吞吐日月，向天地供奉。你的父亲便是那第54洞的洞主，金鳞妖皇。你乃金翅大鹏嫡血，生来就是重帘之境，父亲对你寄予厚望。第500年，你在灵山脚下嬉戏修行，那是什么东西？你生来便是重帘，何必如那些蝼蚁般苦修？第1000年，你依旧是重帘；第2000年，你依旧是重帘；第3000年，你依旧是重帘。父亲终于忍不住，将你狠狠训斥了一顿。你心中不服，只要你认真修炼，破境不是顺手的事，何须这老东西多嘴？第4200年，你还是重帘。父亲彻底对你死心，甚至不愿再多看你一眼。你一怒之下离家出走。临行前夜，母亲偷偷找到你，从怀中掏出一堆宝光四溢的物件。第4210年，你一路东行，来到了所谓的西域妖庭。你听说这妖庭之主号称妖皇，你心中不屑，区区燃灯也敢自称狗屁妖皇。你径直闯入妖庭大殿，问妖皇这皇位坐得稳不稳？若是不稳，不如让给你来坐坐。好家伙，闹了半天，原来是个离家出走的二世祖，怪不得这一身的神装都是啃老啃出来的。不过那灵山81洞倒是有点意思，仅仅是第54洞的洞主，便是燃灯之上的存在，那排在前头的老怪物又该是何等恐怖？太远了，那是以后该操心的事。消耗道行12000年，乾坤妖王进度已达染珠，获得妖物馈赠，获得关山镜术法，冥王着火定圆满。此法乃经由观想腹中灵热而入定，修习者可见烟雾、萤火、阳焰、灯照青天等5象，以沉燃着火断灭3毒，智慧明光，成就无碍。这是术法，不是天赋神通。观想灵热，入定生火，断灭3毒，这路子分明是走阴山那帮修行者的法门。金翅大鹏一脉，怎的还会这等精细活计？不过我本就存了阴阳同修的心思，如今阳山已成，正如万丈高楼起了地基，固若金汤。可这功法手段，除了这一身蛮力与大戟，术法层面着实拿不出手。这冥王捉火定来得恰逢其时，着火者非凡火，乃是心头火，灵台焰，不烧皮肉，专烧神魂。若是修至大成，一眼瞪去，碰到神魂弱小的，怕是当场就要被烧成个白痴。有点意思，这不就是所谓的瞪谁谁傻吗？若非事先知晓，谁没事防着别人的眼神？虽然我现在主走肉身横推的路子，但这并不妨碍我在背后藏上一手防不胜防的阴招。不能再挥霍了，前面便是卢营，那里汇聚了4尊关山大妖，还有个随时破风的燃灯境妖圣，说是龙潭虎穴也不为过。若真陷入必死的绝境，道行28000年，这28000年的道行，便是我最后的保命符。又一道契机消犯了，先是阴谷，如今竟连赤鳞也。
哪怕是关山境的人族武者，想杀同境界妖尊，也难如登天。只有燃灯境方可这般摧枯拉朽，斩2尊关山大妖。该死！原本还想让手下牵制大唐精锐，逼白玉楼分心，耗尽他最后一次燃灯的机会。可如今，银谷和赤林死了，剩下玉面几个妖尊，又能撑多久？若是再拖下去，等那未知的燃灯武圣赶到如今，大圣有令，命我们即刻行动。老大圣为何如此心急？银谷妖尊还没有来，其余几位也还在路上。大圣有令，莫非你想抗旨不成？不敢。既然不敢，那便动身吧。4对4，虽然有些风险，但又有何妨？终于坐不住了吗？吕大人，2尊关山还在路上。这群畜生，当真是挑了个好时候。不管是好时候还是坏时候，既来了，那便唯有一战。顾师妹，你来了。师兄，师尊让我带句话。他老人家说，莫要回头。师尊，您这位奉献大唐数百年的燃灯武圣，今日终究是要燃尽这最后一次了吗？既然师尊已做好了赴死的准备，那我等又何惜此身？吕青侯，咱们又见面了。动手！拦住他！是何人？4尊关山境大妖，整整20多万年的道行，全是我的，谁也别想抢！
别说话，我赶时间。荒神区，凶妖闯三之。清风扫四野。魔术战六合。血雨虚发火，血雨虚发火。击杀关山境生物，获得道行42300年。击杀关山境生物，获得道行45100年。击杀关山境生物，获得道行41900年。击杀关山境生物，获得道行43600年。17万加上剩下的将近20万年道行，发财了，发大财了！冷静，江月初，你必须冷静，旁边还有外人看着呢，得端着。关山中境，距离后境也是相差不多，爽。这就结束了。我抱着必死的决心，准备以命换命。连遗言都在心里打好草稿了，结果这几息的功夫全秒了。明明我们才是前辈，为何此刻在他面前，我们倒像是刚入伍的新兵蛋子？玉面、青狼、犀牛金兵全死了，究竟是怎么死的？哪怕是燃灯武圣出手，不动用点燃星灯这等手段，也绝无可能瞬间秒杀我4尊大妖。谋划数百年，隐忍数百年，没曾想竟被人一脚踹翻了棋盘。不是只有人族武圣才有那拼命的手段。我既然能修成这妖圣之躯，又岂会没有玉石俱焚的能力？唉，终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啊！先前的银谷与赤林，古仅存的8尊关山，竟死了大半。莫要走了，你我隔着封印神交已久，却从未这样面对面过。既然出来了，岂能不好好叙叙旧？白玉楼，孤知晓你只剩最后一次燃灯的机会，孤只要杀我魔下大妖之人的命。杀了那人，孤即刻立誓，
此生绝不再步入大唐半步。其实，当初你猜错了。什么？世人皆道，老夫留着这最后一次燃灯，是为了苟延残喘，给大唐再续上几年。你也以为只要你不逼得太紧，老夫便舍不得动用最后一次燃灯。可老夫这一生送走了太多人，师尊、同门，甚至是跟在身后的晚辈。顾丫头是个好苗子，她不该像老夫这般枯坐在这深山老林镇守一处。师尊曾言，薪火相传，生生不息。可老夫活了这几百年，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其实没有什么可留给后人继承的。凡是老夫这一代所背负的、执着的、遗憾的，都应当在老夫手里结束。你疯了！焚我残躯，熊熊烈火，生亦何欢，死亦何苦。为善除恶，为光明故，喜乐悲愁，皆归尘土。大唐镇魔司总指挥使白玉楼，今日以我残躯化烈火，请妖圣不死。孤为了冲破封印，才开过一次燃灯。白玉楼，你当真以为孤怕了你不成？既要战，那便战！老狗，既然你想死，孤便成全你。来得好。若非亲眼所见，吕某当真不敢信。才分别几日，殿下竟已登临关山。前几天你还只是重连境啊，这等修炼速度，离谱！运气，神他妈运气！我堂堂左镇魔使都觉得不可思议，好吗？殿下，这几位分别是龙虎山天师府的高公崔天师，和兵部供奉程老，还有。你疯了吗？你一个关山出境冲进去，除了送死还能做什么？我去看看。哎！横的怕愣的，愣的怕不要命的。这老狗完全放弃防守，只求同归于尽，简直是个疯子！老狗，你这口气还能撑多久？哈哈哈哈哈！杀你，足够！慧月，老夫这一生，哪怕入了燃灯，也未曾真正创出什么武修法门，唯有这一剑，琢磨了数百年。且看好了！
这一剑确实惊艳，古还有3次燃灯重来的机会，你呢？你还有什么？古本想着，只要杀了害死孤麾下妖尊的凶手，便离开大唐。是你，孤已经没有胆气再去找另一尊燃灯的麻烦了。你不是要护着这些蝼蚁吗？古今日便让你亲眼看着，你所珍重的，你所守护的，是如何化作飞灰。呵呵，你们的江南西道，好像马上要没了。你们的江南西道，好像马上要没了。明明没有燃灯的气息，力道却如此恐怖。我麾下那几尊关山大妖，莫非根本不是什么第2尊燃灯杀的？所有的变数皆是源自眼前这个少女。人族当真是出了一个了不得的妖孽。若是真让你点燃心灯，那还得了？这般年轻的关山，能硬靠燃灯后的妖生一丝一毫，这是何等惊世骇俗的天资！只要不陨落，大唐必定强盛千载。可你为何要来送死啊？这可是点燃了心火的燃灯！哪怕关山再妖孽，哪怕数值堆得再高，用平 A 打燃灯镜，好像还是有点刮痧呀。不过我有近20万年的道行存款，平 A 打不过，老娘拿钱砸也砸死你这头妖圣了！加点。灌注道行5万年。这凶煞之意，完全不输给任何一尊妖圣。这他妈到底是何等的魔头啊！血雨玉八荒，我这一剑5万年的功力，你拿什么挡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无量他娘的天尊！白玉楼那老狗也就算了，这关山境的小娃娃竟又灭掉孤一盏心灯。短短半个时辰，先破封印，再挡那一剑，如今又挨了这一击，整整3盏心灯，3条命就这般没了。啊！力竭了，必然是力竭了。好，这一击确实惊艳，哪怕是孤也不得不承认，若是你早生个几百年，让你入了燃灯，今日死的必然是孤。可是你终究只是关山，关山境的气海再广阔，也有个尽头。这般手段，你还能用几次？技已技穷。技已技穷。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还有余力？燃灯镜嘛，实在是太超模了，被砍成那样还能复活。不过，哪怕是燃灯镜，这般手段应该也不是无限次数的。既然一击砸不死，那便2击。我倒要看看，
你这所谓的妖圣，究竟能扛得住几次？再来！血雨欲发乎！又灭了一盏心灯，仅剩一盏了。还来！若是再挨上一击，我堂堂妖圣，今日怕是真要交代在这个连名字都叫不上的小丫头手里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想杀姑，做梦去吧！只要再跨出一步，便可撕裂虚空，远遁万里。这疯婆娘休想再寻到姑！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神通？该死！该死！该死！10万年，整整10万年的道行，你说我都花了这么大的价钱，你这是想往哪里跑？你他妈不要过来呀！击杀燃灯境生物，获得道行148921年。为了杀这货，前后后砸进去近20万年的道行，如今虽只回本了14万多，但这还要算上妖圣尸首本身的价值，倒也没亏多少。检测到未收录妖物，是否消耗道行进行收录？检测到未收录妖物，是否消耗道行进行收录？这他妈是抢钱呢！这慧月大圣活着的时候不让人省心，死了还要这般死要钱。罢了，收录。成功魔影慧月妖圣，获得妖物馈赠。天赋：太阴炼形，生者主阳，死者主阴。借天地精华，将阴气化入经脉腑脏，达到养气存形之境。阴阳调和，刚柔并济，能借用阴气，大大提升术法的威能。好东西，这8万年花得值。吞。
如今阳山已成，肉身横推无敌，但这阴山先前受制于素材不足，一直未能着手。可如今白蛟、白猿、赤蛟、黑蛟，再加上大鹏兔子与这蜈蚣，差不多集齐了。只要收集到衡阳，将这些家伙一个个拉满，再聚灵演象便是。外界定是乱作一团，该出去了。长老，这尸首该如何处置？先封锁四周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是。这尸首着实是个烫手山芋。我们此番前来，哪里想过能斩杀妖圣？此地根本没有能容纳妖魔尸首的储存之物。这般庞大的躯体，总不能就这般暴露在外。殿下。殿下，可是要送回长安。是，殿下所斩之妖圣，自当送回长安。大唐建国至今800余载，能得妖圣尸首者，也仅仅只是太祖时期有过。如今陛下初登大阪，若能将此尸首送回，一来可震慑宵小，二来亦可昭告天下，大唐国运昌隆，非是妖魔可欺。至于功绩，老夫多嘴了。殿下乃是大唐长公主，金枝玉叶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这天下，殿下还能缺什么呢？那便送吧。殿下且慢，殿下此番斩杀妖圣，功盖天下。老夫斗胆问一句，殿下可有伤在身？若是需要调养，镇魔司还是能寻些丹药灵材。无碍。师尊，先服下吧。不用了。师尊。丫头，莫要难过。师尊，弟子这便送您回长安。总天意无常，天意难测，天意也难信。可是又有谁能完全不信？今后你是个好孩子，只是性子太直，日后行事当多思量。是。婉劳丫头，你天资绝世，假以时日，必能入那燃灯之境。只是莫要学为师，有时候也要替自己想想。师尊放心，弟子会照顾好自己。好，好。老夫这一生镇守大唐数百载，斩妖无数，却从未想过，在师尊长眠后，有朝一日还能亲眼看着妖圣陨落。虽非老夫亲手所为，但也算是值了。白总指挥虽出身微末，却自幼便展露出惊人的武道天资。15岁入镇魔司，20便已是点墨境，30种连，50关山。这般速度，放眼大唐亦是凤毛麟角。可真正让他名震天下的，是在他270岁那年。妖庭挑衅，出动2尊妖圣奇袭陇右，生死存亡之际，白总指挥以关山圆满之境，强行点燃心灯，一举迈入燃灯境。那一战，他独战2尊妖圣，虽未能斩杀，却将其重创，逼退妖庭。自那之后，他便成了镇魔司的总指挥使。
镇守大唐数百载。你说燃灯武圣寿元可达1000载，他本该还有数百年可活，可这数百年来，为了镇压各地妖患，他消耗了一次又一次燃灯机会，终究是走到了尽头，怕是没几个月好活了。可有解决之法？方法嘛，自然是有的。燃灯一境既名为灯，自然离不开灯油2字。白总指挥如今的状态，想让他薪火重燃，无非是添油。只是这油却非凡俗之物，有一物名为寒玉幽檀，传闻乃是万年玄冰之精，有枯木逢春、死灰复燃之能。在妖庭？正是，此乃妖族至宝，如何又能轻易让出？知道有救，却又救不得，比一开始便知必死更让人绝望。要从妖庭手中抢夺至宝，无异于虎口拔牙。以如今大唐国力，闭了，老夫活了600多岁，够本了。为了老夫这么个将死之人去那龙潭虎穴，不值当。大唐如今正是多事之秋，若是因为老夫折损了你们任何一人，老夫便是到了九泉之下，又如何有脸去见师尊？妖庭嘛，我想要将大荒四凶镇月图那种级别的内景再复刻一份出来，所需要的道行绝对是个天文数字，光靠在大唐境内这些零零散散的妖魔杀到猴年马月去。既然如此，妖庭应该是个不错的练级点。来了！怎么了？庐陵大捷，妖圣会月允。镇魔司总指挥使白玉楼燃灯尽灭，油尽灯枯。妖圣虽除，可这代价未免太过沉重。放眼如今大唐镇魔司，老一辈皆困于关山，除却白玉楼，似乎再无一尊可迈入燃灯境。中生代吕清侯等人尚需时日，年轻一辈虽是天骄，可如今要他们撑起这片天，太早了。卧槽！卧槽！这800里佳绩，庐陵大捷，妖圣陨落。800里佳绩，庐陵大捷，妖圣陨落。800里佳绩，庐陵大捷，妖圣陨落。关山杀燃灯，朕的亲妹妹，把妖圣给宰了。这丫头，以后若是心情不好，想要揍朕这个当哥哥的一顿，朕这小身板扛得住她一指头吗？陛下多虑了，殿下虽然神威盖世，但对陛下这个皇兄，那也是敬重有加，这是咱们大唐的福分啊。那是，也不看看是谁的妹妹，那是朕看着长大的。虽然没看几天，但那血浓于水是假的吗？对了，白老的事，传朕旨意，
以国礼迎白老回京，朕要亲自出城相迎。另外，让宫里的人候着，只要还有一口气，都要把这口气给吊住。赵月长公主殿下将手中放天画戟往空中一抛，化作擎天玉柱，一击砸下。那妖圣连哼都没哼一声，被生生砸进无底深渊，跪地求饶，喊姑奶奶。殿下只一句：“我大唐没有养虎的患。”最后一击，噗嗤，化作飞灰。真乃神人也！长公主殿下威武！月儿弯，绕长安，长公主下凡间，金甲亮，画戟寒，斩妖魔保平安。关山，杀燃灯，太快了，这成长速度实在太快了，快到令人惊悚。纵观古今数十万载，何曾有过这般荒谬之事？天道不公，仙人不辞。若是登楼之法上有迹可循，长生大道并未断绝，我又何至于行那夺舍骨肉的魔道勾当？妖孽，当真是妖孽！既然如此，不能再等了，必须要在那丫头点燃心灯之前动手。大圣，小王有罪啊！令郎只身前往大唐，皆是这白蛟一族不知进退，在令郎耳边煽风点火。尤其是这蛟魔倚老卖老，以死相求，才害得令郎热血上涌，负了大唐丧命。陛下，你怎可含血喷人？当初分明是你想借刀杀人！住口！你这老东西，死到临头还敢攀咬姑！既是唆使我儿的从犯，杀了便是；杀死我儿的主犯，又是何人？回禀大圣，是大唐的长公主。小王本欲发兵报仇，奈何仙门当年有过法旨，小王实不敢逾越仙门规矩啊！哼，我儿乃金翅大鹏嫡蟹，死在这般安扎地，已是天大的耻辱。杀人偿命，乃是天道至理。大圣英明，只是那大唐如今虽无道统，但也还是有些底蕴的。若是拼起命来，我倒要看看这所谓的大唐，到底能不能受得起我灵山之怒。夫人，小主子的死，分明是那妖皇在背后推波助澜，您为何顺水推舟饶了他？杀他容易，但他背靠伏鸾仙门，我灵山与他们道统不同，不可轻易越界。那大唐那边，那丫头可是能杀燃灯境的妖圣啊，实力恐怖如斯。那又如何？大唐既无道统，亦无正坐，就算那丫头侥幸杀了慧月，也不过是野路子。没有道基之称的燃灯，在我灵山正统面前，不过是土鸡瓦狗。这就是长公主殿下，不是说身高8尺，面如黑炭，是一柄800斤的大戟吗？公子，传言误人啊！快去打听，殿下可曾婚配？喜欢什么样的男子？本公子要当驸马。陛下不可，有失体统啊！参见皇上。都起身吧。回来就好，看看这脸，都没以前圆润了。那叫婴儿房退去好吗？这大庭广众的，能不能拿点千古一帝的威严出来？白老还在后面马车里面。
朕恭迎白老回京。恭迎白老回京。老臣参见陛下。白老莫动，您老为大唐燃尽心血，朕受之有愧。朕代天下万民，代大唐江山，谢过白老。陛下言重了，大唐有长公主这般天骄，老臣便是生。白老放心，朕已下令，无论付出多大代价，定要为您延寿。今日，朕要与白老与长公主同乘龙辇入城。